我觉得我自己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当然集结到一个数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壮观，很有成就感，看了觉得很开心。就像有人喜欢公仔，对不对？有人喜欢收藏古董，有人喜欢某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都是一种兴趣，一切都是兴趣的使然。这个兴趣使你开心的专注，然后到最后它变成一定数量的时候，它变成了你的珍藏、你的宝物，甚至有人会说自己的传家宝。对，大家会用很多的东西去这样子去代替。以前传家宝可能是金银珠宝之类的，现在有人会说包包也是传家宝哦，我可以留给我的女儿来用。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意念上面的传承。我在买东西的这条道路上，我一定有买过我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我买着后悔的东西，我觉得也 OK， 表示我踩过一次坑，我下次就会小心注意。但是它并不会影响我对做这事情的热忱，就是不会说我买过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交往过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伤害过我的人，反而你更知道说我不喜欢什么。对对对。那我觉得我的年纪到了现在，然后身为一个妈妈，我觉得我已经很尽量可以平衡这件事情。我小时候也是一个很叛逆，我妈怎么说我耳朵都没在听，甚至还要背其道而行，就是叛逆。可是我后来就发现说，我去叛逆，并不是为了要让她不好过。这个思佳刚刚这样子说的这个当中，我就想到，就是我们修行这条路里面用的很高的那个词，就常常说的这个，好像要这个发菩提心。就是用这么高的这些名字啊，以这个角度的话，我是看到有点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他自己经过喜欢这个包，然后呢买，然后就是自己怎么知道自己喜欢的这个是关键。所以对这个好像自己的经验分享给这个大家，觉得有点像是菩提心。因为所谓的菩提心这个词的是就有一个非常喜欢对自己，或者是非常爱自己这个方面就看这个别人也把他当跟自己的这个位置一样来，然后就一种对别人也是同情或者是关心，然后有这个行动。比如说他的行动的话，他就透过这个就各种各的平台，然后就一直分享怎么样帮助这个大家。所以这些都是算是有点接近这个就是菩提心这个层面了。我们菩提心有的时候用一个词叫发心。要了解先有没有所要发的心，先有没有，然后有了这个心，有了之后，然后就发。所以这个心，这个就是对自己先怎么样爱，然后就这个有了完整了之后呢，然后就发给这个对大家的话。那这个完整就是要人就是要经过一个，比如说对包这个来，然后怎么样以这个来对自己怎么爱。那这个懂了之后呢，然后才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个就是也可以说发心，就是发心。没想到得到这么高的认可。我以前会接触到一些人，他就常常会跟我讲说，我觉得我的人生不需要买这些东西来肯定我自己，我觉得我很棒，而我不需要这些。可是我后来就发现，他们赚的钱一定会买。只是他们还没赚到这个钱，就是可能他当时觉得他当时的钱，不需要买这些东西来认可自己，他觉得我这样做的行为是不对的。可是当我发现，他负担得起的时候，他是买最多、买最开心的人。那我就开始想说，这段过程好像也不错，就感觉好像是我开启他一个开关，只是他当时不愿意接受。但是其实种下一个种子，对不对？让他觉得他好像是可以这样。当他能力到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在同一条道路上的时候，我反而也会觉得蛮好的。我们现在是同道中人了。但思佳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所有人就是包含那些酸民，你要维护你的正道，就是要不得不提到上一次的事件。对，像你怎么样去，如果这次的事件就是又再次的发生，你要怎么样去维护你的正道呢？我跟你讲，其实这件事情我反复我在脑中思考过很多不同的做法。我觉得我当时只抱持一个信念，就是大的事情我们要冷静的处理，因为当你接受全世界对你的质疑的时候，大家下意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清，我澄清，我大动作澄清，我的力道越大，表示我讲话越大声。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别人对你的质疑已经不是事实是什么，而就是我就是质疑你，
你现在做任何事情，我就是要拿放大镜、显微镜来看你的时候，你在那当下，你就会觉得说，我对这个人澄清，我转头还有100多个、1000多个、千千万万的人，我等于是一个人在对抗这个世界的时候，千军万马，对你就会觉得说，等一下，我现在讲好像讲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感觉在那一波当下，我要先承受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先承受这个质疑，我要先接下它，对，而不是立刻就是一反击哦。你们拿石头丢我来没关系，我去收集很多石头，来我一丢回去，我们就两败俱伤吧，看到最后是谁活下来。就是我可能小时候会这么做，可是当我在面对这种质疑的时候，我第一个内心就会想说，为什么？难道你就真的把我想成这样子的人？我有一段自我怀疑的过程，就是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让你觉得，我就是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先质疑了我自己，那我接下来就想说，那我要证明这件事情 ，OK， 我可以怎么证明？我怎么样可以做到滴水不漏，让每个人安安静静的接受？但我发现我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看那个网友的留言，当我疯狂收集证据，想说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开直播，然后跟你们拼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的留言，他直接把我打醒。他说，我就觉得我不相信你，哪怕你今天用的是真的，我都觉得是假的。是。当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一棒的打醒，想说不重要。原来一切与真假无关。是的，他只是觉得我现在有这个能力，我可以质疑你。每个人都想要拿到一些 power，觉得我可以去命令别人，我可以质疑别人，说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真好，真棒。那我一个人可以去质疑一个艺人，我一个人的一个留言就可以左右你的人生的时候，哇，这种感觉有种酸民的权利。对，酸民的权利。这样也知道。对，因为刚好最近我也遇到这个事情。你愿意聊是不是？对，我就发现，没错，我就发现，其实舆论是民众最大的情绪出口。就是他可以在网络上抒发他的情绪，就像你讲的，就算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我也还是要攻击你，因为今天我开心，今天这个停车场。我拿起了指挥棒，你这台车要停就要给我停，这是我的地，我叫你停，你要停第一格就给我停这里，你不准给我停第3格。我觉得就是我在那个当下感受到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对于他可以左右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有多么的兴奋，他不在乎你经历了什么，他只在乎说。我今天就是可以写一句你的不好，你不能拿我怎么样，因为大家都在讲你。因为他平常可能上班也就只能坐在办公桌，他只能买一杯手摇饮就坐在那里。但我今天可以去评论时事，我今天可以去加入一个战局的时候，我很重要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如果我这样的事情可以让你们这些人觉得很有成就感，我在那一刻真的觉得说，那你们就这样吧。如果这样你觉得开心，那你就做吧。或许这也是某一种公众人物的使命 ，maybe。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需要一点点，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好，出口。我人生有很多的压力，我可能要去讲一些谁，我可能要去用我的言语，因为大家都其实轻忽言语其实很有力量，是言语是有力量，它可以是一种很可怕的武器，它可以让你瞬间很开心，也可以让你瞬间跌落谷底。所以如何有智慧的去看待这些言语，就我觉得也是一个我的课题。就是人都会专挑自己不喜欢的话看。然后对于那些赞美觉得理所当然，可是我必须讲，就是我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是我小时候，一定是 fighting， 来一个我战一个，我跟你们战到最后一个。可是我后来发现，原来我要放下的是这一切，因为以前我最在乎输赢，可是我后来发现，赢了又怎样？他会跟你道歉吗？难道今天你甩出来说某某人你误会我了，他会跟你鞠躬，但是说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他不会，他只会转身说，来，你证明了一个，我这边还有99个，下一个。当我有了这个画面之后，我就会知道，这是一场我不可能打赢的战争，因为我不可以赢。我面对的是一群人，这群人不会让我这么舒服。对，私家这样讲，我真的超级有感觉，有非常有感觉。那我想问一下仁波切，那我们公众人物，不管是公众人物也好，或者是没有地方抒发的市井小民也好，遇到了比如说舆论的攻击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讲不清的事实，对。那我们到底要选择战还是逃呢？对，赢也没有用啊，就是这句话，我觉得就自己就平静下来，这个现在就很重要嘛。然后就后面这个确实是我们怎么赢，他还是一样的对待你，对，所以没有什么赢的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赢的，就最好就是自己就彻底就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背后，他们的内心里面的东西。
不用再付出什么，这很累的一件事情，是吧？不值得，对吧？根本不值得，没有价值。就客观的人，他们还是会看得见的。所以就我们不用急，这个也不用好像展现出来我赢，这个也没有什么赢到哪里，就是他们还是心里面不会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当然。所以就能够做到这个，我觉得。就对，感觉思佳已经在这条修行的道路上，这条正道上的往前行。请一定要维护这条正道，尤其是我们喜爱精品的广大的女性朋友，你需要为这件事情维护一个公平正义。就我觉得，就是我在那个当下就会觉得说，人生有很多的关卡。那我当时没有想到说，一个喜欢买东西的这件事情会成为一个议题，甚至会觉得是一种可以被攻击的目标的时候，其实我当下其实是蛮错愕的。第一个是不知道哇，我的讨论度这么高，这是第一件事情，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那忧的是说，可能你看到的很多的声量，就是当然也会有质疑的，当然也会有相信我的人，可是这些相信我的人在那个当下，他们也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样子的状态也会让我觉得很心疼，因为他只是表达他的想法，可是好像在大众的意见里面，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我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原来会被网暴的人不是只有公众人物，没错，甚至可能随便一个人，你留下一个跟对方是对立的，比如说逆风一下，哇，那个逆风前行有多难，你就会马上发现底下会盖高楼，有没有？哦，你为什么挺他？你怎么样？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有几个挺我的人，哇，他们在底下就直接说，你应该是他买来的网军吧？这是惯用语，只要是有人逆风，就会被说是对方的网军。可是他们真的都不够了解我，因为我的钱都拿去买包，不会拿去买网军。就是钱要花在对的地方啊，对不对？对不对？思佳感觉就是已经在这条正道上。那思佳还有什么问题？开放一个给你问一下，因为已经在修行的道路上了。是，问一下那个仁波切的想法。其实我想要问的就是说，我在那一段，我觉得很多人觉得我所谓的黑暗时期，其实我同步感受到最大的恶意以及最大的善意，就是可能台面上你会看到很多攻击我的人，可是我真的在那段时间收到非常非常多的私讯，那些人告诉我说他曾经看过我的影片，我给他多大的勇气，鼓舞他，陪伴过他人生的低谷，然后他希望他也能够用他的几句话来让我知道说他们是相信我，然后也存在着。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算不算是老天爷给我的一种课题？就是说我们在接收多大的善意，同时也会转身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多么的善良。虽然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都是善良的人，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两个最大的善与恶的时候，就是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征兆，在提醒我们说，就是黑暗过后总会有光明。然后我们其实只要继续的坚定自己，其实就可以这样做。因为我自己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我没有想过我的人生很像一个8点档，就是我相信你也是主演的一部，是没错，怎么会飘到这个风口浪尖上来了呢？真是莫名其妙，对，但是不是相对我们而言，因为我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能力才会去接受这样子的挑战，所以是不是同步的也是在提醒我们说，也许我跟宇宙就是有这样子的心理特质，我们真的可以走过来这一切，然后可以继续的坚定前行，还是说我们要因为这样做出某些适当的改变？会不会是说我们比如说我太特立独行了，变成是在大家眼中的一种比较异类的人，他就会特别的容易成为目标？还是说仁波切您就觉得我就这样了吧？我觉得你的这个话里面，我就看到好像你是特别很强的，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啊，也是自己很坚持就会做自己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平常所谓的这个修行是，就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还是思考来，然后就再坚持，就往前走。这就是就所谓的修行就是这样子。那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会成长嘛。一般就是我们来人这个人间，每一个人自己有自己的一个问题，这些都是自己的课程，自己要成长的。但是自己那个时候就要有智慧才可以成长。如果没有智慧的话，还是就有的时候会倒下来，或者是他不会变成他的课程。我就相信好像你们两位都有这个遇到这个自己的这个问题，危机应变的能力，会变成课，变成更成长，
这个方面的，我们会去修这门课，然后毕业，然后再去修别门课。对对对，一直成长，不用重修啦。对，人生是一直不断的前进的。对，刚刚你的这个分享，对这个大众就是喜欢这个包的那些女众们，就我们昨天前天我们讨论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一边开玩笑啊，就是也在你的身上就看到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用了一个词呢，好像精品观音，就是也像这样子。从他嘴里说出来，是的，没错，真的是从他手上都会有一个包，对不对？对对，但是牵手观音的话，每个手上都会有一个。哇，你要有1000个，那我还要再买很多个。对，就是主要是喜欢包的那些人，然后那样子来就是分享这个你的这种就是经过的这些经验，这是别的这个女众喜欢这个。对，因为上次仁波切有提到，就是说要记得留收据嘛，然后以及就是可能在维护这条正道上的时候，也关心大家说，小心不要买到假的啦，或者不要买到太贵的啦，在买卖的时候，或许这就是私家在这条道路上的课题啦。对对对，你是要维护正义的这个角色。警醒了很多人，然后让大家去注意这样子的问题，然后甚至可能会更加小心的跟注意。我自己本人也会是对，所以对现在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爱，就把中心这个是对自己的把它当中心一样，对每一个人把它当中心来，就是做的时候你就更付出更多一点的话呢。这就是释迦的菩提心，对，释迦你的释迦的菩提心，精品观音精品观音的菩提心，精品观音要做的事情，我就不客气的收下这个称号，等一下就把我的 IG 自介改成精品观音。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谢谢释迦，谢谢雪哥仁波切。那我们今日的雪哥有约就到这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